痒死！哎，brother，呦你没有冲凉啊？怎么抓来抓去？什么没有冲凉？不要乱讲啦！我是昨天呢去拍短视频，在一个草地嘛，然后有很多蚊子被咬几个包，哎，哦，该不会是伊蚊吧？哈，你又懂不是？他盯你的时候，他有介绍他是谁吗？不是啊，每一年5到10月哦是骨痛热症高峰期嘛，所以该怎么办啊？不用紧，我们请我们的专家呢来一一讲解什么是骨痛热症。好，那如果感染上这个骨痛热症呢，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哪一些症状呢是要特别留意呢？得过一次，你还会再得吗？可以预先打疫苗来避免感染吗？中医的茶饮能够舒缓症状哦，要一起来学学哦。全都在这一集的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哎，brother，每年这个时候，电视啊、报纸呢，一一都会报道那个骨痛热症啊，增加了多少，比去年增加了多少这样。对的，有些人家楼下还有横幅嘛，说什么是红色警戒、黄色警戒，还是绿色监测区嘞。最恐怖的就是紫色。哎呦，真的！接下来请的这个嘉宾也是大红大紫哈，欢迎陈秀环、苏志成，还有我们传染病专家梁浩南医生，欢迎3位。All right， 来，哇，伊文，来，请坐。OK 啊，先问一下2位了，好不好？对，2位对骨痛热症有多了解？哇，我有3个字可以形容：烧、痛，还有吐。哦，又会发烧，又痛又吐啊。对，基本上有这3个症状就是骨痛热症。前一段日子我女儿就发高烧，哦头痛、骨头痛，哎呦，那我以为是普通感冒，就给她吃感冒药，可是怎么吃都不会好。结果去看了医生才知道中了骨痛热症。然后结果呢，我婆婆他们讲说，中了以后呢，一定要吃那个木瓜叶啊，所以我就去摘了木瓜叶，然后弄成汁灌她喝。哎呦，结果她喝还是吐，一直吐，所以只好送进医院。OK， 等一下都可以问专家了哈。不过我要先问一个问题，是不是有这种黑白斑纹的蚊子哈，就会传染 dengue 啊？这个问题问得很好。OK， 所以其实我们有一个图片，你们准备一个图片，哦，来一下吗？哇，这边有4种蚊子啊，哪一个可以传染这个骨痛热症？我猜一下，太简单了 ，B for Bravo， B 啊？为什么？因为就是长得像啊。那我选 D 咯，给你为什么？因为 D 屁股很大嘛。哦，D 啊，所以就毒素比较多。OK， 等一下，答案是多过一个吗？其实有2只蚊子。对 ，OK， 应该就是 B 跟 D。 B 跟 C， B 跟 C 啊？你觉得 B 跟 C？ 我觉得 B 跟 C。好，我们请梁博士，好不好？专家来帮我们解答。 OK， 好，来，其实答案是 A 跟 B。好 ，A 跟 A 呢是埃及的伊蚊 Egypti，B 方面是白纹伊蚊 Albopictus， 在新加坡的通常是 A 的，但是如果你去到森林里面啊、乡下的时候，反而是 B 传播会比较多这个病毒。C 方面是属于 Culex，OK，Culex 是传不同的病毒，其中有那个 West Nile virus 等等。最后那个是Anopheles 是属于那个传染疟疾的，area 的，所以这个就要危险。 OK， 所以这个我们都懂了哈，是 A 跟 B 了哈，会传染这个骨痛热症哈。那当然，我们一开始呢，同样的玩一个简单的小游戏，看你们对这个骨痛热症了解有多少，好不好？来，请问只有母蚊子才会叮人，真还是假？我觉得这个根本就是太看不起我们了。你们都有听过这个？因为我知道我们这个政府啊，就是他们有散发一些雄的蚊子，去跟他们交配，然后就让他们死掉，这种类似这样的东西嘛。OK， 答案是真的。来解释啊。吃的呢需要是那个蛋，对不对？所以要有足够的营养、足够的蛋白，从哪里拿呢？从血那边来。那个蚊子呢需要叮大概7到8次，这么多次，然后才会说足够的饱，才去生孩子。你说同一只啊？同一只一叮的时候就叮7、8个人。OK， 来，第2题了哈。得过了一次骨痛热症会有免疫，不会再得，真还是假？假。哎，我知道的是，如果是第2次得这个骨痛热症的话，那个症状会更严重，而且死亡的那个致死率几率会比较高。哦，那秀环姐我是比较严重也是听说，我觉得应该没有那么严重，因为人的体能呢抗体会蛮奇妙的一件事啦。对，好，梁医生，答案是真还是假？
是假的，所以他选择对，但是解释错。OK， 你第一次感染了过后呢，稍微有一些抗体，那些抗体但是没法子控制第二种。那总共有4型的登革热，如果中过第1型的话呢，接下来可以中第2、第3、第4型。但是如果很侥幸，蚊子再叮回你同样1型的话，就不会你有抵抗力。但是第2次的时候，他以为你是第1型嘛，所以用第1型的方法来控制第2型，但是反而呢弄巧反拙，那个情况更严重。但是更奇怪的是，第3次的时候学了2次经验，所以第3次比较好一点。反而第4次的时候是更好。好，接下来这一题听清楚了啊。未得骨痛热症者，可接种骨痛热症的疫苗，真还是假？假。哎，全民为什么？如果可以的话，那现在就没有那么多 case 了。每个人打疫苗就好。对， OK，Kevin 哥嘞？完全同意，这个又不是 COVID 吗？COVID 有 vaccine 吗？这个没有 vaccine 的。好，梁医生，答案是真还是假？答案是假的。这家病很聪明哎，是没有疫苗啊？那其实是有疫苗的，但是在疫苗方面呢，它的功能有点特别。感染过后才打疫苗才有效。如果你没有感染之前去打疫苗的话，反而弄巧反拙。在新加坡呢，大概12岁到45岁之间才适合接种这个疫苗，45岁到65岁不大适合。那个效果方面呢，还是不大清楚，没有那么强。好，接下来难度慢慢增加了哈。越来越难了。得了骨痛热症，最重要的检测就是血小板的数量，真还是假？真。OK， 所以要测那个血小板。OK， 好，秀兰姐。我也是觉得，因为我记得我女儿入院的时候是每天在测这个。测这个血小板。OK， 来，梁医生。答案是错的，是假的。OK， 血小板不是很重要，最主要是看那个血的浓度，浓度英文名叫做 hematocrit。OK， 那你要记得，在那个血管里面感染了骨痛热症过后，那个细胞与细胞之间的缝呢会稍微打开，打开的时候，里面的水都流出来，就好像一个篮子里面，水倒进去流出来，漏出来的时候，那个血就变成越来越浓，越来越浓，那个危险率越高，因为你血压就会跟着下降。血压降得太低，就是个休克综合症，那是很危险。血越来越浓，我以为越来越薄是越来越浓，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要有足够的水分，而且你不够水分的时候，接下来你就想吐。OK， 所以清楚了哈。可以再难一点吗？最难的来了，最难的来，骨痛热症啊，这个患者啦，退烧过后就一定是开始好转，真还是假？假真？哎，通常一退烧就是没有那么严重，所以需要一段时间慢慢的让它康复。退烧之后才是他开始，他开始受苦，他才开始慢慢呕吐，才会那个关节痛啊。对，我记得退烧以后我女儿没有好转哎，还是头痛，还是一直要吐。应该不是。对，来，梁医生，答案是真还是假？答案是假的。发烧呢，通常是到7天为止，有些人只是第3、第4天的时候，那个开始退烧，退烧过后可能还有其他的症状，但是很多时候第7天过后，那个血小板还是继续下低，要等到第9天的时候，血小板才回弹。所以第7天没有发烧，人比较舒服一点，但是不可以自己下床走路。如果万一跌倒创伤了脑部出血，就大问题。我感觉我们对这骨痛热症的知识已经到另外一个境界了，对不对？都很清楚了，顶级了。对，没错。所以谢谢你的小游戏啊，我们广告过后呢，就还有中医师来跟我们一起进入讨论哈。是，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见。好的，欢迎郭美玲中医师加入我们的讨论了啊！娘娘请安，请问古代有骨痛热症这件事吗？骨痛热症呢，在古代是没有记载的。不过从这个骨痛热症的特点来说，是符合我们中医常说的这个戾气造成的疫病。戾气是指类似一种叫做传染病。它符合温病的范围，而且属于温病的范围里面呢，它特别像暑热和湿热的范围，它是一个高热而且反复发作。你会听到他每次讲发热，然后退了，可是他又觉得身体很不舒服。你量他的体温呢，也不高，
我们中医有特别叫这种热叫做生热不养。 OK，其实我们都知道，伊蚊是要在水里面繁殖，没错。到底最少需要多少就可以繁殖呢？哦，现在这边5个硬币，从5分直到1块钱，哪一个硬币是代表那个需要的水分呢2毛。我也是2毛钱就够。 2毛，所以这个就是见证了哈，多看电视长知识，是5分钱就可以了5分哦，我觉得5分有点太小了，OK，我觉得1毛吧，1毛。 ，5分。来，我们请梁医生揭晓答案是？2毛。等一下，看错电视就是这样啊，原来是2毛啊。我们看电视是讲2毛啊，没有讲5分。不是，你为什么嘛？因为5分这有点太小了。对，而且这个2毛呢是要非常干净的水，包括雨水算干净吗？雨水够干净了。它够干净了。哇，所以你看这个很容易喽。所以雨天的时候呢，很容易累积这些水。接下来记得，你天气越热，那个蚊子呢，它的繁殖率反而更快。而且它叮的人呢，反而更多。 OK， 那我们这样了解了。那如果说你一旦得到这个骨痛热症哦，到底会有什么症状？会有多难受？今天我们请来一位康复者来现身说法。OK， 欢迎韩月 ，Welcome， 欢迎，你好，你好，来请坐。哎，所以韩月你是曾经有得过骨痛热症，对，当时什么情况？我那天起来之后就觉得很不舒服，对，然后就开始发烧，但是他的发烧是跟我平时以往有经验的是完全不同的， OK 突然很高的温度，大概有39点多，哇，然后我就吃药，是它的温度降下来了，但是大概过了4个小时，它就会直线上升，那温度很快。你那一阵子是有跑去什么地方？去公园，哦，所以应该是在公园我被叮到。觉得是。OK，那后来怎么办？当时我躺在床上，我就觉得不太对了，因为我觉得我会有浑身发麻的感觉。哦，OK，然后我就快点打电话给我老公，然后就带我去陈土生医院，确诊是骨痛热，住了大概3天晚上。当时他们有没有交代说有哪些要特别注意吗？有，我记得医生跟我讲说大小便有没有血，然后刷牙要特别小心。有没有牙龈出血？所以我我到第2天才敢刷牙，因为我很怕。我问一下，为什么要注意这个？主要担心血小板低，然后比较容易流血。大小便的时候，如果肠胃流血就很麻烦，就是并发症这样。并发症。OK。出院过后呢，他就叫我每一天都要回去陈土生医院去验血的。我觉得最辛苦的就是那几天，我不能坐公共交通工具去，因为我真的觉得很辛苦，我就站在路边等得势，等的时候我扶着那个栏杆，我觉得我时时刻刻都快晕倒，就很虚弱，很虚弱，大概那个虚弱持续了能有7到10天。哇！我感觉我整个的免疫系统遭受了很严重的打击，因为过后我就开始生凹舌，嘴里面会发。智齿会发炎，然后浑身上下长满了那个红色的疹子。红疹，这个就是当时的红疹。对，全身都有。全身都有，从身上到腿上、脚上。哇，持续多久啊？3、4天到1个星期，然后慢慢就消，慢慢消。OK。这个骨痛热在每个人身上差异好像挺大的，因为我们全家有4个人中过骨痛热。哇，我跟我老公症状是一样的，我们会出红疹。对。但是我的家婆跟我老公的姐姐，他们是骨头痛，他们讲晚上睡不着觉，很想用木棍敲腿的感觉，痛到不可以睡觉。我想知道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呢？每个人对这个病毒感染过，他们的反应是不同的。有红斑呢，就是说你死亡率其实减低了。红斑方面呢，也是有点不同。它这个照片方面，它是那种你按下去的时候，那个红度会消失。你放手的时候，接下来那个红度再回来。但是有另一种红度反而更危险，你按下去还持续在那里。其实是那种毛孔流血。那种毛孔流血是一些很小粒的红点在皮肤里面，那个就不好。你看这头嘛，就是其实是在那里流血，也就是说血小板很低的时候。很低了 ，OK。那为什么会骨痛呢？其实骨痛是它这个病毒的象征，它造成全部肌肉骨痛里面非常非常的疼痛。除了这些症状，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2个症状呢，特别于在骨痛热症出现的。第一就是眼睛后面疼痛。我一个医生同事就跟我讲说，好像有人在眼睛后面一直把你的眼球推出去，是眼压，很像那个眼压很高这样，对不对？一直压着你的眼球。另一个呢就是背后痛，
背后疼痛呢是一个常见的一个问题，但是背后痛是要小心一点，因为有些人是尿道发炎或者肾脏发炎，同样也是会有背后痛。对对对，所以需要看医生。我有听过，有人得骨痛热是腹泻的，腹泻那个会比较严重吗？对，因为脱水 dehydrate。OK， 这个是其中一个腹泻。但是我们比较担心的其实是腹部的痛，腹部上面的痛或者吐。OK， 你最主要的是要有足够的水，最怕缺水但是一次吐的话没法子喝水，就缺水反而更严重。是。腹痛是什么原因哈？第一个就是肝肿大。 OK。第二呢，就是它在肠胃里面稍微肿大，肠胃肿大，肠胃不舒服就不动，你喝下去它水就不通吸收不了，反而吐出来。哦，原来是这样子哈。OK。骨痛热真的没有药可以治吗？对，科学家还在研究，可能5到10年过后呢，将会有一个药，但是直到现在没有药。还有就是当时我有听说喝木瓜叶的汁有跟那效个果，秀环姐的啊，对，中医来讲呢是没有用木瓜叶来治病的。是以中医来说，如果所谓苦寒的东西，一定是伤胃的。因此，如果你胃不舒服，或者你吃了觉得很苦，那最好还是不要喝，因为我们是反对的。你喝完更严重，所以他吐对啊，伤胃。我以为是难喝，说我拿来喝喝看，真的是在苦。其实不是说这种什么叶子的水，到头来是水，水还是最重要的。OK， 今天答案都还满意吗？满意。 OK 我今天又学到了更多关于骨痛热的知识。谢谢韩月跟我们的分享。谢谢。骨痛休克综合症，那时候那个血压很低，这是非常的危险，死亡率最少20到58%。今天带来的茶呢是五花茶，它有清热祛湿，还有清暑解表的作用。我听说这骨痛热症有根据严重性来分类，是真的吗？对，所以以前呢，我们是分成总共4种，头2种呢是属于典型骨痛热症 OK 第3种是骨痛溢血热症。对，溢血的时候稍微比较严重一点，那个血的浓度比较高。OK， 第4种呢就是骨痛休克，对，休克综合症。那时候那个血压很低，这是非常的危险，死亡率最少20到58%。所以还好。第3种溢血的时候呢，大概5%的病人会有这个问题。那至于那个休克综合症呢，少过1%的病人才会有。血小板方面，如果低的话，我们也是不鼓励你输血小板。OK， 在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合作做了一个研究，就是看一下2种情况，一个就是在血小板跌到20的时候就输血小板过去。另一个情况是等到流血的情况才输血小板，这2组方面哪一个比较好呢？其实如果你在20的时候你就直接输血小板，反而有一个敏感的问题出来因为你输血小板是其他人的血小板，对，因为毕竟不是你对它的时候有一些敏感，接下来可能副作用，甚至有些病人骨痛热症输了血小板过后呢致命，因为血小板方面有敏感，所以有必要才输了。对，有流血的情况才输。那肠胃流血我们就要特别小心，那时候就很危险，我们要赶紧输那个血小板进去。那中医方面有什么治疗的方法？一般上，如果他不处于危险的状况，就是不需要入院了，他只是在家里休息的时候呢，如果一直高烧不退，烧退了，可是他一直觉得热，这种我们刚才讲属于湿热型的生热不阳。OK。另外一种其实最难受，刚才提到的身体疼痛，关节疼痛，或者是酸痛。还有一种刚才就提到肠胃道的不舒服，没有胃口，肚子胀啊、恶心啊这些情况，那是这种来讲呢，我觉得就可以找医师呢辨证治疗，千万不要听喝这个喝那个。对，今天郭医师有带一个食疗方是吗？是的，太好了，我们一起来品一下哈。好，来。好，我今天带来的茶呢是五花茶。好。那这五花茶呢就是木棉花、是菊花、
鸡蛋花了，还有金银花，还有槐花。当然有的地方用的呢是葛花，是因为葛花呢其实也可以解酒毒的哦。也有用玫瑰花的，因为这个是广东常用的一个凉茶，是。所以每个地方呢，他们可能5个花呢会有一点点变动。OK。这些花呢，我们是用各10克就可以了。把所有的花稍微清洗一下，然后用冷水浸泡5到10分钟，用大火煮滚，然后再煮个20分钟就可以了。OK。一般上呢，传统上呢，他们会用黑糖或者是片糖，甚至用蜂蜜来调味。不过呢，我觉得因为现在因为你刚病嘛，这个肠胃不太好。是。我的建议呢是可以用甜菊叶，甚至绞股蓝来调味，因为它是会有点烈苦的，尤其你用的是槐花。这个功效到底有什么？其实呢，它有清热祛湿，还有清暑解表的作用。OK。很好喝，而且有一点甜呢。我觉得这个可以每天都喝。如果你是一个手脚经常冰凉的人然后大便也稀烂夜尿多那么喝一点点就拉肚子了，那最好还是不要喝了。所以还是有些人不太适合，要注意哈。OK， 那记得每一个5月到10月都是高峰期，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一点。没错哈，好不好？那我们蓝医生有没有什么东西要跟我们的观众叮咛一下的？对。你要记得，要传染这个病毒，还是需要蚊子。没错，你可以控制蚊子，就可以控制骨痛热症。是，那个蛋呢，在蚊子方面是非常的强。服了那个蛋过后，如果把它晒干4个月，接下来拿一点水，那个蛋的都又活过来嘛？又活过来哇，这么顽强嘞！对 ，OK。所以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对，所以到头来我们需要大家一起合作，是大家找出可以服蚊子的地方，把全部的水积水把它弄掉，没有蚊子。没有骨痛热症，没错，新加坡更安全。没错所以预防还是很重要。你不要小看伊蚊，小一只会要人命的。对啊，从来没有小看。所以我们每一年媒体对不对，都会一直在提醒公众要小心。没错。但是目前还是没有办法杜绝骨痛热症的发生也是希望透过这个节目呢，提高大家呢对于灭蚊防蚊的意识所以在这边也要谢谢我们的2位专家，谢谢梁医生以及郭美玲医师，谢谢。对，还有秀环姐，还有苏志成大哥，谢谢。好，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下期见，拜拜。